你可能已经在新闻上看到了，台湾外交部罕见地对南韩祭出强硬反制措施，而南韩方面的反应速度之快，堪称光速认怂。整件事的起因说来荒谬，却牵动了两国之间超过30年的恩怨情仇，以及一个在国际社会中被反复拿来做文章的敏感标签，那就是中国台湾4个字。事情要从2025年2月说起。那个月，南韩政府为了推动入境流程数位化，上线了一套全新的电子入境卡系统，叫做 e-Arrival Card。 听起来很先进，对不对？确实，数位化是全球趋势，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当台湾旅客打开这套系统，要填写出发地和下一个目的地栏位的时候，竟然发现下拉选单里根本找不到 T1 这个选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刺眼的标示 China 中国括号台湾。你没看错，在南韩政府的官方入境系统里，台湾被归类为中国的一部分，被标示为中国台湾。这件事一开始其实没有立刻引爆舆论，因为很多旅客在填写的时候可能只是皱了皱眉头就跳过去了。但随着越来越多台湾游客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拍照截图上传社群媒体，事情就开始发酵了。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仔细去看这套系统，会发现一个非常微妙的矛盾。在最基本的国家地区栏位里选择国籍的时候，台湾是可以选到 T1 的，干干净净就写 T1， 但偏偏在出发地跟下一目的地这2个栏位就突然变成了 China。 同一套系统2种标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而且你再仔细看，中国大陆在这套系统里的标示是 China PR，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香港是 China PR， Hong Kong 澳门是 China PR Macau， 但台湾呢？不是 China PR， 而是 China 台湾，少了那个 PR， 也就是 People's Republic。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南韩自己也知道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他就是要把一个希纳的大帽子扣在台湾头上，搞出一个不伦不类的模糊标签。这种做法说白了就是在名称上动手脚，既想讨好北京，又不想做得太过分。但对台湾人来说，不管你前面加的是 China 还是 China PR， 只要把台湾放在中国底下，那就是矮化，就是侵犯国家尊严。到了2025年12月，外交部终于正式出手了。12月3日，外交部发布新闻稿，措辞非常强硬，指出南韩电子入境卡系统中将台湾错误列示为 China Taiwan， 不仅与事实不符，更造成我国民众在填写流程上的混淆与不便。外交部重申，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任何扭曲台湾主权地位的说法与做法，都是侵害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霸凌行为。注意这个用词，霸凌行为。外交部直接把这件事定性为霸凌，而且点名南韩政府要负责。同时，我驻南韩代表处也多次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立即更正。那南韩的反应呢？基本上就是已读不回。韩国外交部的回应非常官僚，大意就是我们政府维持与台湾持续增进非官方实质合作的一贯立场，对于国籍的列示方式会综合考虑诸般层面，持续与相关单位协商。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知道你不高兴，但我现在不想处理，让我再想想。这一想就是好几个月。台湾外交部在此期间不断沟通，不断交涉，但南韩就是不动，甚至连总统赖清德都亲自出来喊话了，呼吁南韩政府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结果南韩还是那套持续协商的官方说辞，没有任何实质动作。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台湾和南韩之间那段爱恨情仇的历史。为什么说爱恨情仇？因为这2个国家的关系简直比8点档还精彩。故事要从很久以前说起。1919年，朝鲜半岛爆发3·1运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许多朝鲜爱国志士流亡到中国，在上海建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给予了大量援助，不仅提供资金和场地，还帮助韩国人训练武装力量，也就是后来的韩国光复军。即使在8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国民政府依然坚持拨款资助韩国独立运动。说句不客气的话，没有当年中华民国的帮助，韩国能不能顺利复国，
真的是个问号。1948年大韩民国正式建国，中华民国是最早承认韩国的国家之一，两国的友谊有多铁？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建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中华民国跟蒋介石见面，而蒋介石后来也应邀访问韩国。韩战爆发的时候，台湾更是坚定地站在韩国这边。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台湾和韩国是真正的生死之交。但历史就是这么残酷。1992年8月23日，一切都变了。韩国总统卢泰愚为了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决定跟中华民国断交。这本身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也不算完全意外，毕竟很多国家都这样做过。但韩国的做法之恶劣之无情，在整个断交史上都堪称空前绝后。首先，韩国政府事先完全没有通知台湾，对，你没听错，就是突然宣布断交，毫无预警。然后更离谱的来了，韩国政府要求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馆所有人员在24小时之内离境。24小时？你搬家都不止24小时，人家要你整个大使馆连人带东西全部走人。而且事情还没完，在台湾外交人员被赶走之后不到48小时，韩国政府就把原本属于中华民国的大使馆建筑、土地和所有资产全部直接移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新的中国驻韩大使馆来使用。你辛辛苦苦建的使馆，维护了几十年的资产，一夕之间全部被没收送给别人。不仅如此，韩国还要求旅韩的侨团和侨校停止悬挂中华民国国旗。这件事在台湾社会引起了极大的愤怒，民众跑到韩国大使馆前抗议，丢鸡蛋、焚烧韩国国旗。中华民国政府也立即采取了全面报复措施，取消所有对韩贸易优惠，停发韩国汽车和水果进口配额，终止双边航线。断航之后，台韩之间的直飞航班整整中断了12年，直到2004年才恢复。台湾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复用了一个词来形容那天的心情：痛彻心扉，永难忘怀。更让人心寒的是断交之前的欺骗。就在1992年5月，也就是断交前不到3个月，台湾派出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作为特使前往韩国访问。卢泰愚总统当面对蒋彦士说了一句话：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这句话让台湾方面以为还有希望，甚至一度期待能出现双重承认的局面，也就是韩国同时维持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结果呢，3个月后就直接翻脸不认人。断交之后，台湾方面实施了全面经济报复，取消所有对韩贸易优惠，停发韩国汽车和水果进口配额，取消韩国厂商参与台湾国营事业竞标的机会，终止双方部长级经济合作会议，两国民航也立即停飞。整个台韩关系瞬间跌入冰点。韩国后来在9月派了一个所谓的特别使节团到台北，台湾人戏称这是道歉团。但即便来道歉了，韩方还是坚持不能在新的代表机构上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只能挂名台北。你说这算什么道歉？一边道歉一边继续欺负你。直到1993年，双方才签署了新关系架构协定，互设代表机构。但两国直飞航线一断就是12年，到2004年才恢复，而那些被没收的大使馆资产至今没有归还。这段历史在台湾人心中留下了非常深的伤痕，尤其是45岁以上的这一代人，你去问他们对韩国的印象，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背叛。再加上后来两国在半导体产业的激烈竞争，在国际运动赛事上的各种争议，反韩情绪在台湾社会一度非常强烈。2002年以后，台湾和韩国在科技产业上进入了白刃战，三星和台湾的面板厂、记忆体厂正面对决，各种补贴大战、专利战、挖角战打得你死我活。在体育领域，跆拳道、棒球等赛事中也屡次出现让台湾人觉得不公的判罚争议。这些事情一层层叠加上去，让2000年到2010年那个年代的台湾人对韩国的观感跌到了谷底。网络上到处都是反韩文章，提到韩国几乎就等于背叛和作弊的代名词。当然了，随着韩流文化的席卷，两国民间交流的增加，年轻一代对韩国的观感已经好了很多。去年台湾前往韩国的旅客人数高达172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韩国可是赚了台湾人不少银子。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中国台湾这个标签出现在南韩官方的入境系统上时，台湾人心中那股压了30多年的怒火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你赚我们的钱赚得盆满钵满，转头就矮化我们，这不就是当年那个背叛故事的延续吗？好了，让我们回到现在。2026年3月1日，台湾外交部终于出招了，而且这一招出得漂亮。外交部宣布，依照双边对等原则，从即日起将我国外侨居留证中原本标示的韩国调整为南韩。南韩这2个字对韩国人来说是什么意思？在韩文里面，他们从来不称呼自己为南韩。南韩这个说法暗示着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暗示着他们只是半个国家。韩国人一直坚持自己是大韩民国代表整个韩半岛的正统，所以你叫它南韩，就像别人叫台湾、中国台湾一样刺耳。外交部长林佳龙解释得非常到位，他说，早在10几年前，韩国就曾经请托台湾把汉城改成首尔，把南韩改成大韩民国，台湾都很配合地照做了。但反过来，当台湾请求韩国在入境系统中修正对台湾的错误标示时，韩国却置之不理。外交讲究的就是对等和尊严，你不尊重我，那我也没必要客气。而且外交部还放了一个大招，设定了最后期限，他们正式要求南韩方面在3月31日之前给出正面回应。如果到时候还是没有动作，台湾将会在台湾电子入国登录表的相关栏位中，把韩国的标示也做出相应的对等调整。果然，3月18日外交部正式公布这项反制措施之后，效果立竿见影。南韩外交部在短短时间内就做出回应了。回应内容是什么？韩国外交部表示，相关部门已经充分认知并在留意中，会与相关部会持续就此问题进行协商。你看到了吗？从之前的已读不回到现在的充分认知并留意，态度的转变之快，堪称光速。之前交涉了好几个月，连个正式回应都没有，现在一出反制措施，马上就充分认知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南韩不是不知道自己做错了，而是之前觉得台湾不会怎样，现在台湾真的动手了，他们立刻就慌了。更精彩的是3月22日晚间，外交部长林佳龙接受电视专访，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说，如果到了31日的期限，南韩还是没有正式回应，台湾将把台湾电子入国登录表中韩国的标示从大韩民国改为 Korea South， 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叫我 China， 我就叫你 Korea South， 你把我矮化为中国的一部分，我就把你矮化为韩半岛的一半。这个反制手段之精准之有力，让整个舆论都拍案叫绝。林佳龙还特别补充了一个细节，他说，台湾代表团去年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时候，南韩政府都不愿意直接跟台湾驻韩代表处沟通，而是要透过驻台北的韩国代表部来间接传话，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但在峰会期间出了一些纷争之后，韩方意识到问题，才派出有代表性的官员来沟通。这个细节透露出什么？透露出南韩在对台关系上长期以来的傲慢态度。他们觉得台湾是个非官方关系的小角色，可以随便糊弄，但他们忘了一件事，台湾每年送去170多万游客，这可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说到这里，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的反应，非常有意思。消息传到日本之后，日本网友几乎一面倒地支持台湾。有日本网友说，我由衷钦佩他们坚定勇敢的态度，身为友好国家日本的公民，我自然支持他们。也有人说，如果要完全对等的话，应该用中国、南朝鲜，这样他们肯定会气到立刻改回来。反观韩国网友的反应就比较分裂了，一部分人嘲笑说，南韩就南韩啊，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们本来就是南韩，觉得这个反制不痛不痒。但也有韩国网友承认，如果被叫南朝鲜，那才会真的生气。有趣的是，不少韩国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时候，也承认台湾的反制是有道理的。他们指出，美国、欧洲、日本等大多数国家在入境或签证系统中都是直接标示 Taiwan， 只有韩国搞出这个 China Taiwan， 言下之意就是韩国在这件事上确实有点站不住脚。现在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南韩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在大多数国家都标示台湾的情况下，韩国偏偏要加上 China？ 答案其实很简单，
三个字，怕中国。南韩跟中国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中国长期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韩国的三星、现代、LG 这些大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利益巨大。你知道韩国有多依赖中国市场吗？韩国出口总额中，对中国出口一度占到将近1/4，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如果中国打个喷嚏，韩国经济就得感冒。2017年的萨德事件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当时韩国在美国压力下部署了萨德反飞弹系统，中国立刻翻脸，对韩国实施了一系列非正式制裁。韩流在中国被全面封杀，韩剧下架，韩国艺人活动取消，赴韩旅游团全面叫停。最惨的是乐天集团，因为提供了萨德部署的土地，在中国的门店被大规模抵制，最后不得不撤出中国市场，亏损惨重。这场风波让韩国深刻体会到得罪中国的代价有多大。从那以后，韩国政府在涉及中国的敏感议题上就变得格外小心翼翼。所谓的3不1线承诺，不追加部署萨德，不加入美国飞弹防御系统，不发展美日韩3国军事同盟，限制萨德的使用，几乎就是对中国的一张投名状。在这种政治气氛下，韩国政府在入境系统中加上 China 的标签，可能觉得这是一个低成本的讨好北京的方式。反正台湾没有正式邦交，你能怎样？抗议了又能怎样？你又不能断交，因为本来就没有邦交。而在野党方面也不断施压。南韩最大在野党的党魁李在明曾公开表示，台海问题是中国的国内问题，韩国不应多做干涉。这种说法基本上就是在附和北京的立场。在朝野都不愿意为了台湾得罪中国的情况下，这个 China 的标签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挂在了官方系统上。但他们显然低估了2件事。第一，他们低估了台湾的决心和行动力。第二，他们低估了这件事在台湾社会引爆的情绪强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低估了台湾旅客对韩国经济的重要性。2025年，台湾旅客访韩人数高达172万人次，是韩国前几大旅客来源之一。这些台湾游客在韩国消费、购物、住宿带动的经济效益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韩国的明洞、弘大、东大门这些商圈里，到处都是台湾游客的身影。化妆品店、韩服体验店、炸鸡啤酒店，每一间都在靠台湾游客撑业绩。你把人家叫成中国台湾，人家下次不来了，你看谁亏得更多？反过来看，韩国来台旅客也不少。2025年，韩国是台湾的第3大入境旅客来源，超过100万人次。两国之间的旅游往来是双向的、互利的。台湾的夜市、珍珠奶茶、小笼包在韩国年轻人中非常受欢迎，很多韩国网红来台湾拍吃播、拍旅游影片，点击量动辄上百万。如果因为一个入境卡上的标签而伤害了双边关系，那对两国人民都没有好处。更别说在经贸领域，台韩两国的关系也是非常深入的。台湾是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尤其在半导体供应链上，两国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台积电和三星虽然在晶圆代工市场上打得不可开交，但在上下游的供应链上其实有很多交集。韩国的记忆体晶片需要台湾的封测服务，台湾的电子产品也大量使用韩国的面板和记忆体。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决定了双方在外交争端中都不可能走到撕破脸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外交部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始终强调对等和尊重，而不是诉诸民粹或情绪。他们的立场很清楚，台韩之间的民间交流和友谊是珍贵的，但友谊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你不能一边赚台湾人的钱，一边在官方文件上矮化台湾。现在距离3月31日的最后期限已经很近了。根据最新的消息，南韩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台湾提出的方案。外交部长林佳龙也透露，台湾已经透过驻韩代表处向南韩政府提供了具体的修改方案，而南韩方面正在研究。正在研究这4个字，在外交语言里通常意味着我们知道得改了，现在在想怎么改才能对各方都交代得过去。也就是说，南韩已经从不想理你变成了好吧，我得处理这件事。这本身就是台湾外交的一大进步。回顾整个事件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很有意思的启示。第一，外交不是只靠嘴巴说的，
要有实际行动。台湾之前交涉了好几个月都没有结果，但一旦真正采取了反制措施，对方立刻就有了反应。这说明在国际关系中，光是抗议和呼吁是不够的，你必须让对方感受到实际的后果。第二，对等原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外交武器，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这个逻辑简单明了，合情合理，而且在舆论上站得住脚。南韩没办法说你不能叫我南韩，因为他们自己就先把台湾叫成中国台湾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外交博弈中最有力的一招。第三，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在改变。30多年前，韩国可以在24小时内赶走台湾外交人员，台湾除了愤怒之外几乎无能为力。但今天，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核心，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体，是韩国最大的旅客来源之一。今天的台湾有了更多的筹码和底气，可以在对等的基础上跟对方谈判。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民意的力量不容忽视。这次外交部之所以会采取如此强硬的反制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台湾社会的强烈反弹。从社群媒体上的讨论、民意代表的质询，到一般民众的投诉，每个人的声音都汇聚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推动着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当然，我们也要保持理性的态度。外交博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即使南韩在3月31日之前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让步，也不代表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在国际社会中，台湾的名称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不是只有南韩这一个案例。丹麦等其他北欧国家也有类似的问题。事实上，台湾在国际上的名称困境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在联合国系统中，台湾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在国际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这些攸关民生的国际组织中，台湾年年被挡在门外。在很多国家的官方文件里，台湾的名称被以各种方式模糊化、矮化。但有意思的是，风向正在慢慢转变，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意识到，台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国际行为者。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撑起了全球科技供应链的半壁江山，台积电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台湾的民主体制被誉为亚洲的典范，台湾在新冠疫情期间的防疫表现更是让全世界刮目相看。在这样的背景下，像中国台湾这种过时的标签越来越显得与现实脱节。美国、日本、欧盟的大多数国家在入境和签证系统中都直接标示 Taiwan， 连澳洲、加拿大这些传统上比较保守的国家也早就在系统中使用 Taiwan 了。南韩搞出这个 China Tai， 反而显得自己在走回头路。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事件中，台湾的民间力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最初是普通旅客在社群媒体上发现并曝光了这个问题，到后来民意代表在立法院质询网络上掀起讨论热潮，媒体持续追踪报道，每一步都在推动事态向前发展。有人说，这是一场全民外交，政府有政府的作为，民间有民间的力量，两者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外交压力。有些韩国网友说，南韩就南韩啊，没什么好生气的。但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他们觉得被叫南韩无所谓。那为什么要把台湾叫成中国台湾呢？你都觉得名称不重要了，那就把那个 China 拿掉不就好了？除非你内心深处也知道名称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被怎么称呼，代表着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和尊严。你觉得南韩无所谓，但你自己官方文件上从来不写南韩，都写大韩民国，这不就证明了名称的重要性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方面的反应。在台湾外交部出手反制之后，中国外交部也忍不住跳出来表态了。他们的说法是，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暗示韩国标示 China 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如果这真的是普遍共识，为什么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的入境系统里都直接写 Taiwan？ 所谓的普遍共识，到底是多少国家的共识？这个逻辑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北京的介入反而可能让事情更复杂，因为如果南韩在北京的压力下坚持不改，那就等于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的外交政策是由北京来决定的。这对一个自诩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大韩民国来说，
脸面上也挂不住。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北京越是施压，南韩反而越有理由做出调整，以展现自己的外交自主性。但至少这一次，台湾展现了坚定的立场和有效的行动。我们告诉了全世界，台湾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矮化，不会在国家尊严的问题上妥协。你可以不跟我建交，但你必须尊重我的存在。最后，让我们回到一个有趣的历史巧合。1992年，韩国用48小时把台湾的大使馆资产移交给了中国。30多年后的今天，当台湾外交部一出手反制，南韩在短短时间内就从已读不回变成了充分认知并在留意中。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当年你用48小时羞辱了我们，今天我们用对等原则让你重新学会尊重。这就是外交的力量，这就是台湾的骨气。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欢迎点赞、分享、订阅。最后再多说一句，很多人可能会问，这件事最后到底会怎么收场？我个人的判断是，南韩大概率会做出某种程度的调整。原因很简单，第一，国际主流做法就是直接标示 Taiwan， 韩国在这件事上没有道义上的高地。第二，台湾的反制措施虽然不是什么毁灭性打击，但在舆论上已经让韩国很难堪了。第三，韩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也不太好，真的不适合在观光旅游这块得罪一个每年送170万游客过去的邻居。但也要注意的是，韩国可能不会一步到位的把 China 直接改成 Taiwan， 更可能的做法是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比如像国籍栏位一样同时保留 T1 的选项，或者用其他方式模糊处理。毕竟他们还是得考虑北京的反应。但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这件事已经给台湾的外交策略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面对不公正的国际待遇时，不能只是抗议和呼吁，要有工具箱里面的实际手段。而且这些手段不需要多么激烈，只要精准、合理、站得住脚，就能产生效果。台湾的外交之路还很长，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支持。